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解读的书是《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5万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解读这本书的精髓，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这本书的作者是基斯·斯坦诺维奇，他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学的心理学教授，以前呢还担任过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的首席科学家，并且他在2012年的时候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斯坦诺维奇写过很多畅销书，比如大家熟知的《超越智商》《机器人叛乱》。咱们今天解读的《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1983年就完成了第一版，出版30多年来广受欢迎，被人们称为心理学入门的经典之作。全球有300多所教育机构采用了它，到今天它已经出版到第9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叫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直译成中文就是如何清晰地思考心理学。这本书其实第一次被引入国内的时候，它的书名是翻译为与众不同的心理学，引进到第8版的时候又改名为对心理学说不，到第9版中文书名才改为现在的这才是心理学。作者斯坦诺维奇认为，我们普通大众对心理学其实有很多误解，人人都需要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就让我们从3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话题。第一，什么是科学的心理学？第二，为什么很多流行的所谓心理学其实是伪科学？第三，我们对科学心理学常有的2个误区是什么？好，让我们一一来看。先看第一条，什么是科学的心理学？说到心理学，我们很多人其实了解的并不多，甚至会觉得研究心理学的人久了呀，自己的心理都会有问题。更糟糕的是，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是错误的，让我们对心理学的误解就进一步加深。比如媒体会把星座作为心理学的话题进行讨论，甚至把一些超自然现象也归入到心理学的范畴当中，这些其实都是源于人们对心理学并不了解所导致的。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如果你问一个人他知道的心理学代表人物是谁，他可能90%的情况下会回答弗洛伊德。可以说，弗洛伊德和那些频频在媒体上出现的通俗心理学，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公众心目当中的心理学。弗洛伊德声名远扬，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心目中关于心理学的概念，可同时也造就了很多我们对心理学认识上的误区。人们并不知道，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已经完全不能代表现代心理学家是如何工作的。例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中是没有控制组做对照的。所谓控制组，是说你不能看到一个人天天用电风扇吹小树苗，结果半年后小树苗长大了，就能证明电风扇吹风对小树苗成长是有帮助的。就是在同样的地点，用同样的条件再种一个相同的小树苗，但你不用电风扇吹，看看半年以后小树苗是不是也一样长大。如果小树苗一样长大，就说明之前的结论可能有问题，不一定是风扇吹高了小树苗。这就是控制组的作用，而弗洛伊德当时的研究是都没有控制组的。而且弗洛伊德还认为个案个例的研究其实就能够证明一个理论是否合理，而这样的研究方法早已被现代心理学证明是不可靠的。而弗洛伊德就是基于这些并没有可靠、可重复的因果关系研究，得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构架，而这个理论构架似乎能解释人们的一切行为，结果这些理论却无法被证伪。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的现代心理学家并不认可弗洛伊德。比如美国的 APA， 也就是美国心理学会当中，只有不到 10% 的会员认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在另一个主要的美国心理学组织 APS 美国心理协会当中，认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不高于 5%。 那你就会好奇，既然媒体上讲的这种心理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不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那什么是科学的心理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心理学它其实是一门以数据为基础的，用科学方法研究人和动物所有行为的学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很多人觉得心理学的研究其实很肤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你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谚语是在描述我们人的行为规律，比如有奶便是娘，还有3岁看老等等。可是现代心理学它就不这么做，它跳出了我们个体经验的解读，而是基于严谨的科学规范和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要的就是确保所有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如果科学家要提出一个有奶便是娘这个结论，那他就不能凭经验，而是要进行实验研究。有科学家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给一组刚出生的小猴子
2个妈妈，一个妈妈呢是铁丝做的，可是呢它能提供奶水，另一个妈妈是这个柔软的毛绒玩具，它不能提供奶水。那如果按照有奶便是娘的理论，小猴子应该更喜欢铁丝妈妈。可是实验发现，尽管小猴子要去那个有奶的铁丝妈妈那里喝奶，除了喝奶之外，其他时间它更爱到毛绒玩具妈妈那里获得温暖。因此心理学家就证明，有奶便是娘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情感的因素对孩子也很重要。所以科学心理学就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学科，一旦用科学研究的标准来要求心理学，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我们以为心理学家在研究的问题，其实他们并不研究，而有些我们以为不是心理学家做的事情，但是心理学家却在研究。比如很多人就会问，你是心理学家，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你说人心本来是善良的呢，还是邪恶的呢？人的心灵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灵魂吗？还只是一种意识状态呢？你像这些问题，虽然听起来似乎是心理学家应该去研究的，它事实上是现代心理学家并不回答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问题不在他们研究的范围内。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一个可以实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它能够在真实的世界中进行观察，而且能够对这个结论进行检验的。你像人性本善或者本恶这样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无法进行实证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那有人就会说了，你看你研究心理学，连这些最基本最本质的问题都研究不清楚，那你还怎么去发展你的心理学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对心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最早提出的质疑。这个观点被哲学家波普尔称为本质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呢，你必须从内在本质上对一个事情或者现象做出终极解释，那这才算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可是事实上，科学至少现阶段并不能对很多终极问题给出回答，甚至未来科学能不能给出回答也不一定。不过这并不代表在我们没有终极回答的条件下，科学研究就没有意义。比如在物理学上，那地球引力它究竟意味着是什么？地心引力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2个物体之间会有相互吸引的关系呢？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其实这一点很多年来科学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今天物理学家对这一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可是物理学仍然在不了解引力的终极解释前提下快速的发展，极大的造福了人类。心理学所处的状况也一样，我们不知道一些心理学的现象本质是什么，也可以进行科学研究。事实上，心理学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是一个操作主义者。所谓操作主义者，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是基于那些可观察到的事实，而这些观测到的事件又是可量化的，他们通过可量化的一些数据来开展研究。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想到，心理学家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研究进行可测量，他就必须把一些心理现象进行定义为可测量的内容。那么他一旦这么做，心理学家讨论的一些日常定义就和我们大众理解不一样。比如我们通常对焦虑这个心理现象的理解是，我可能时不时会觉得不舒服，感到很紧张。可是这个定义在心理学家那里那就不是个定义。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不舒服紧张，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个性化的感受，没有办法被其他旁观者知悉，而且很难量化。所以心理学家就重新给焦虑这个概念要定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比如他们会用调查问卷的结果，或者说生理测量的指标数值大于了某个值是焦虑。那一旦对焦虑这个概念进行了这种可操作的定义，在解决了相关的技术细节之后，它就可以像物理学家一样，对类似焦虑这样的概念进行很多的定量实验和研究了。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奇怪，心理学家还要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吗？答案确实如此。你看，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一个生理心理定律叫做条件反射。这个重要的定理发现就是巴甫洛夫通过实验研究得出的。我们印象中就是那个摇摇铃铛狗就流口水这个实验，但其实巴甫洛夫做的研究要比你理解的严谨复杂的多。他当年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是专门投入的资金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室，确保这个实验室内部不受外部的噪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他研究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用摇铃铛的方式，
而是用节拍器作为前提条件，通过不同的节拍变化触发狗的条件反射，这样就更严谨。而更重要的是，他研究狗的口水流出，也不是简单的观察狗有没有流口水，而是在狗的唇部做了一个小手术，给它开了一个洞，然后用导管把狗的唾液引出来，通过精细的测量每次狗在不同条件下的唾液量，最终才得出条件反射的结论。所以你看，条件反射这个结论和物理学的其他结论一样，都是在实验室中基于大量的实验数据测量之后才得出的。因此作者一直强调，心理学像物理学一样是一门科学，而任何一个科学都有3个特征。第一，它只研究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第二，它要应用系统的实证主义。所谓实证主义，就是说你研究的事情呢，要基于可观察的事实，它不能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理性思考。第三，它产生的知识要是公共知识。这里说的公共知识不是说你把你的研究成果公开发在网上，放在论坛上就是公共知识了，而是说你的发现结果呢，必须是可被重复检验的。你把这些方法列出来，让其他科学家用同样的方法也能产生同样的结果，那才是一个公共知识。所以只有可重复的发现才是公共知识。而现代心理学正是建立在这3个科学要求上，才真正的快速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市面上广泛流传的很多心理学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心理学现在都是伪科学。你看，市面上流行的伪心理学大概可以分为2类。第一类就是把自己包装成心理学的伪科学，你像什么心灵感应呀、意念遗物呀、轮回转世呀等等，这样的内容倒不是说心理学家对他们有歧视不进行研究，而是说其实过去很多心理学家都研究过了，发现他们都不靠谱。所以这是一类伪科学。还有一类伪科学的心理学呢，是所谓的心理自助类读物。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心理自助书都是伪科学，而是说有相当部分的书属于伪科学。比如有一些书声称自己发明了一些新的疗法，能够帮助你快速减肥啊、快速结识女朋友啊等等。这些书籍往往销量非常大，可是他们的结论却经不起推敲。很多人呢，就是只是依靠个人的研究或者少数病例研究，就声称自己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为什么这些被作者称为伪心理学的内容却能流行起来呢？这就是我们第2部分要讨论的话题。其实这些并不科学的心理学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他们往往采用了我们大众不容易识别的一些伎俩。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有哪些伎俩迷惑我们。首先，伪心理学第一个常用的伎俩就是不可证伪性。也就是说，这个研究者提出的结论，你没办法证明它是真的假的。美国著名的脱口秀奥普拉秀有一期就请了一个人类潜能研究所的所长来分享他的理论。而这个所长说呢，人的生命进程和他在家里出生次序是有关的。就是说，你在家里是排行老大老2，其实会决定你人生的命运。这个时候台下就有一个观众提问说，那我有一个哥哥，他简直是个工作狂，他工作起来呀，连妻子儿子都不顾，他这么看重成功，疯狂的工作，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所长就问，你哥哥在家排行老几呢？这观众说老大。所长说，这就对了，这是因为一个家庭里所有的孩子，那个老大呢是被父母寄予最高的期望和重视的，所以排行老大的人呢，他就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动力，让自己前进进步努力工作。所长就把这种动力称为期望上旋的动力，上旋向上旋转的意思。所以呢，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就变成了你哥哥对成功变态的追求。你哥哥之所以这么努力工作，是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大。这个时候呢，有另一个观众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所长，我家排行老大的哥哥，父母也给了很大的期望，可是我这哥哥也不努力啊，他上了1年学就辍学了，后来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我们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编竹篮卖，一点追求成功的动力也没有。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所长说，这个问题好理解啊，那是因为你哥哥期望上旋的动力因为某种原因被打断了，所以他的潜意识里就会抵抗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他自暴自弃呢，就是对这种对抗的表达。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所长他提出来理论就是一个不可证伪的理论，因为不论实验的结果出现了和他理论相符的事实还是不符的结论，他都可以给出解释，横竖都对。这就像我们寺庙门口看到心诚则灵这4个字一样，它也是一个不可证伪的结论。你不成功就是心不够诚，你成功了就是心够诚。
这个理论是没有办法证明对错的，也就没有了意义。而这一点也正是现代心理学家抛弃弗洛伊德理论的关键。因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可是也正因为他能解释所有事情，使得他在科学上毫无用处。因为你对的错的都能解释，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法被证伪。当一个理论无法被证伪的时候，它就不符合科学的要求。所以市面上很多的伪心理学其实用的都是一个套路，他对自己的观点那是左右逢源，一方面解释的头头是道，另一方面却没有办法证明它是错的。这就是第一种伪心理学常用的伎俩，不可证伪。第二种伪心理学常用的伎俩，那就是利用个案研究的证人证词，换句话说，就是让那些受益者出来现身说法。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用心理学方法教你治愈抑郁症呀，或者教你减肥的这些产品，他都会用受益者站出来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怎么从中受益自己减肥减了多少斤等等，来告诉你自己的方法非常有用。类似这样的做法其实迷惑性非常大。我们很多人看到，你说这么多人都说它有用，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还有问题呢？其实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个案个例的研究是不能作为充分证据的，因为这个过程可能存在安慰剂效应。所谓安慰剂效应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受益者，他有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对他产生的作用，而是他自己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或者甚至是他自己身体自愈了，可是人们都会把它归因为前面的治疗方法产生的作用。而且出来现身说法的人往往也是被挑选过的，那些用了这些治疗方法但是没有效果的人，他是不会出现在屏幕上的。美国曾经有一个魔术师叫詹姆斯·兰蒂，他就特别喜欢揭发这种骗局。比如早些年在美国流传很广的一种伪科学理论叫生物节律理论。这个理论呢，他就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物节律，而这个生物节律呢，是能够预测人们的行为表现的。于是有一次兰迪就在一个广播节目中来验证这个理论。有一名听众呢，他就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坚持2个月做日记，记录自己的状态呀、行为表现。2个月后呢，拿这个节律表和自己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最终这个听众看到结果以后，激动的打电话说，这个生物节律理论绝对不是假的，因为这个节律表预测自己的实际行为准确率高达 90%。 这个时候呢，兰迪突然说，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犯了一个错误，他给你寄了一个错误的生物节律表这个表不是你的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再给你补一份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生物节律表，你再比较一下吧。结果几天以后，这个听众又打电话了，这次他更激动，他说，这份属于我自己的表格果然预测的更准确了。而这一次兰迪又说，不好意思，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第2次收到的其实是我秘书的节律表，也不是你的。你看这种生物节律理论，它就是一个伪科学，它让你看起来很符合自己的情况，但实际未必。兰迪甚至还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来证明，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费心思把自己的理论写得让人看起来很靠谱，你随便拿一个不靠谱的理论都能找到现身说法的支持者。有一次他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说，他早上开车经过新泽西的时候呢，突然在头顶上看到一个橙色的 V 字形的物体飘向了北方。结果他说完这句话几秒钟的时间内，电台的电话就像这个电子圣诞树一样噼里啪啦的闪了起来，一个又一个目击者电话打了进来，他们纷纷证实确实在新泽西这个区域发现了兰迪所描述的景象，甚至有一些人还提供了兰迪没有看到的细节。而真相是，这个景象只是兰迪自己想象出来随口编造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兰迪随便编造的一个观点都能找到无数的见证者，那更不用说那些很不靠谱的伪心理学理论者要找来一堆人见证他们的理论，那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因此呢，用大量的见证人来论证一个观点是不靠谱的，这也是伪心理学常用的伎俩。伪心理学常用的第3种伎俩呢，那是他们的内容是不能泄露、不可外传的，只有特定的人才能体验到。比如像通灵术、超自然力，就是说你们普通人是没有的，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特定的人来做才可以。有心理学家其实就研究过这种超感官直觉，可是一旦科学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相关的环境因素都严格控制了以后，
对方声称的这种超能力就失灵了。当然了，相信超自然力的人他们并不投降，他们说这种超自然力是很敏感的，很微妙，很容易受到你们外部环境影响。你们这些人呢是怀疑论者，身上就带了负能量，这个负能量会影响我们超能力的发挥。所以啊，等你们这些负能量离开了以后，我们的超能力就恢复了。你看，这种所谓的超能力，最后玩的就都是这种套路。可是，一旦他这么声称，就说明他的知识没有办法成为公共知识，因为别人无法重复验证啊，那他显然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前面我们提到这些不可证伪性、个案研究以及不能成为公共知识，都是伪心理学常用的一些伎俩。当然，还有一些伎俩，比如混淆因素的相关性，或者实验的操控条件设置不严密等等，都可能让一个不靠谱的伪心理学理论看起来很科学。而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心理学观点，往往刺激大众的兴奋点，符合传播学的规律，结果反而流行起来了。所以啊，我们有时候会把伪科学当成真的。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正面对科学的心理学的时候，又会有很多误解和质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大众对科学心理学的两个误解。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第一个误解就是，你们这些心理学家研究那些实验有什么用呢？前面我们提到了，心理学像物理学一样，也会在实验室中做很多实验，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些实验看起来和我们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啊，你设置的这些环境研究条件根本不会在真实世界中发生啊，你的结论有什么用？有科学家就曾经做过一个在黑屋子里面放了2盏红灯泡，研究眼球的反应变化。有批评者就说，你这种实验室的情形我们正常生活中遇不到，我干嘛要去黑屋子里看那个红灯泡呢？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浪费钱。关于这一点呢，作者说，其实科学研究分为2种，一种是应用研究，一种是基础研究。所谓应用研究呢，就是说你做的理论研究呢，能够直接转变成提高社会效益的产品。比如我们研究如何制作战斗机、轰炸机，那它是立马能够应用到战争当中去的。而实验室当中还有很多研究其实是基础研究，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直接拿来应用的，而是试图发现或者验证某个理论的。有时候它只是在确认一个理论的细节或者推论是否可靠。那这种基础研究的价值在哪里呢？那就是只有一个理论能够被反复确认无误以后，才可以作为可靠的理论武器拿来使用。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巴甫洛夫的狗的实验，就是一个基础研究，但他得出的条件反射理论，后来却成了很多心理疾病治疗方法的基础。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实验室当中看红灯的研究，其实在几十年以后也用到了人们对夜盲症的治疗上。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2战期间，英国飞行员在与德国进行闪电战的时候，他们佩戴上了红色的飞行眼镜，可以加快眼睛的暗适应过程。而这个结论就是从当年这个小黑屋的研究中发现的。所以你看，科学心理学家做的那些看似和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研究，但往往在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价值。而科学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第2个困惑是，它的一些结论常常和我们的亲身经历感受不一样。比如心理学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个心理学现象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不对，我家表弟就和你说的这个现象完全不一样。你作为心理学家该怎么解释呢？这样的困惑我们生活中其实也经常出现。比如我们都说吸烟有害健康，可是当你试图用这个观点让一个瘾君子戒烟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你看对面老王，人家抽了几十年的烟，现在都80岁了，怎么一点都不影响健康呢？像这样的问题啊，确实很让人困惑。为什么结论会和我们看到的事实不一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因为像心理学，包括社会学乃至医学的很多结论，往往都是一个概率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它只能预测一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不代表每个个体都会符合这个结论。这就好比我们说男人比女人高，并不代表所有的男人都比女人高，而是说从总体上看，男性的身高比女性高。同样的，我们说吸烟有害健康，会缩短寿命，也是说总体上来看，吸烟的人会比不吸烟的人寿命低，但是往往有一些个例和它是相反的。所以啊，和很多学科一样，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是一个概率式的，它只是样本越大的时候，结论的估计就越准确。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是很难用概率思维来思考问题的，
当人们看到一个具体的、鲜活的、身边的案例的时候，就把这个概率信息抛到脑后了。我们要理解科学的心理学，就要懂得用统计概率思维来认识心理学的结论。好了，上面就是《这才是心理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回顾一下全文。首先，什么是科学的心理学呢？科学的心理学其实就是应用了科学研究的原则来研究心理和行为的一门学科。它有3个特点：第一，它必须研究那些可以被解决、可以被观测到的问题；第二，它应用了系统的实证主义；第三，它产生的知识应当是公共知识，可以被传播和证伪。其次，伪科学往往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它们有很多手段来迷惑我们。怎么识别伪科学呢？我们通常可以看它的3个套路。第一呢，它正面说也对，反面说也对，它就是不可证伪的。其次，它往往用大量的个例研究来论证自己的结论，但这有可能是安慰剂效应导致的。再次，很多伪心理学的结论它不能成为公共知识，答案总是藏在少数人的手里。最后，要理解科学的心理学，还要懂得解释科学心理学带来的2个困惑。第一个困惑就是很多心理学的研究看起来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好像没有用。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心理学实验是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研究。第二个困惑是心理学的一些结论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或者观察会有冲突。这是因为心理学的结论往往是一个概率性的结论，它只能描述绝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状况，但并不能保证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上都能一一应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